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侧，名将徐达千里迢迢来此修建，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在明末清初时，他曾阻隔关外铁骑数十年，可保中原九鼎，让八旗兵马无计可施。纵有七大恨同仇敌忾，也是难逃六军同驻马的命运。但架不住关内有二五仔，虽有4丈高的宽厚城墙，不料吴三桂拱手相让，终使二京所阅尽失，江山易手。现如今，它是人尽皆知的天下第一关，供万方游客凭吊往昔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景区，也就是天下第一关。我这个属于是出门没看黄历啊，这个时候它正好是禁飞期，没法飞无人机了，连御舰飞行都不行了。那咱们就只能从地面逛逛了。好，咱们待会儿就在一起好好逛逛这。其实早在隋朝，这里便有了关城，那时候还叫榆关。后来在公元1381年，名将徐达在古榆关东边60里的位置重新修建了关城，因其北靠燕山，南连渤海，故将其命名为山海关。这个名字也一路沿用至今。我们统计的山海关历史也是从这儿开始算的。在它诞生后的642年里，他见证了吴三桂的中坚反复，八国联军的炮火硝烟，直奉两系军阀的剑拔弩张，日寇铁蹄的残暴不仁，以及解放战争的秋风扫落叶，还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旅行者。说到旅行，我们先说说该怎么过去。山海关火车站距离这儿非常近，下车之后走过来都没多远，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坐火车来参观。如果是自驾的话，东门外边就有停车场，地方多得很。进收费区之前，我在路上看到了长城博物馆，原本我还打算系统看看长城的历史，可惜运气不好，偏偏赶上他们要搬家，结果什么都没看成。再往前走就是景区的入口了，到这里就要说说买票了。山海关古城本身是免费的，但是上城墙收费，古城里的几个景区也收费，究竟哪几个地方要钱，后边咱们细说。我是懒得一个一个买票，所以买了120块钱的通票。这里特别提醒一句，如果从东大街正对的出口刷票出去，这票可就不能再进来了。所以我来规划一下路线，那就是从天下第一关上去，围着城墙走一整圈，把6个城楼、1个遗址、1个瓮城全看过来，把门票的价值压榨干净，然后再出来逛古城，把东西南北4条街都逛了，再去逛胡同，最后再逛城外。我们先从天下第一关这边登上城墙，眼前的城楼名叫镇东楼，镇的是山海关古城的东门，只是天下第一关的大牌匾太耀眼，所以更多的人把它叫天下第一关城楼。这座城楼始建于公元1381年，主持修建的人是明朝大将徐达。在他建成之后的642年里，山海关屡经战火，少不得被屡屡破坏，所以明清两朝也屡屡拨款重建这里。而新中国建立之后，对山海关也是大力修缮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天下第一关城楼，就是1985年重新修缮、重新彩绘后的版本。这座城楼的垂脊上趴着5小只神兽，加上后边撇着大嘴的螭吻，一共6个，这就是5脊6兽里的6兽。可惜今天是禁飞期，咱们没办法航拍5脊了。城楼内部悬挂的天下第一关牌匾，据说是明代书法家萧显所写的原版牌匾，外边挂的是复刻版。不过四面八方来的游客倒是不讲究这个，大家一般都是在外边拍照打卡。这座内外考究的小楼本身担当着箭楼的功能，守城士兵要登上楼顶，然后通过窗上的箭孔往外射箭，攻城方则是各种家伙事儿往上砸。不知在这兵家要道有多少士兵中箭着炮，埋骨沉下，但放到史书里不过就是僵尸遍野、沟水尽赤这样的几个字而已，再也没有人记住牺牲者的姓名。可那关城荒野之离谷，又岂不是春闺梦里人呢？镇东楼以外还有2层四四方方的小城，内层的一小圈是瓮城。为了能更好的守城，所以很多城门附近都需要加上这么一个小城，一般来说是方形为主，圆形为辅，人们将其称为瓮城。这儿还有射箭守城体验，这个娱乐项目可以升级一下，可以让下边也安排点游客用透视机往上扔，两边对打，这个玩起来多刺激，景区还能赚2份钱。山海关的小瓮城之外还有一个大瓮城，这个叫做东罗城，咱们能从小瓮城这边看到东罗城的轮廓以及远方的福远楼。可惜我没能找到走过去的路，又赶上了禁飞期，无人机也不让飞，所以只能从这儿看看了。
逛完这边，我们沿着城墙一路顺时针逛下去。提前说好啊，山海关城墙的任何一座楼，包括镇东楼在内，都不许登顶，我们就只能看看内外陈设了。我们首先来到沐营楼，这是在明万历年间给镇东楼修建的配楼。因为山海关的东边是直面外敌的，所以增加了箭楼以供防御。到了清朝时期，山海关不再是边关了，所以这座楼就被废弃了。我们眼前看到的是1985年修缮彩绘后的版本，箭楼火炮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直炮人。然后我们来到东南角的靖边楼，这座楼也是徐达建成时同步建造的。因为清朝的山海关不再是边关，所以靖边楼也和沐营楼一样，渐渐年久失修，终被拆除。不过嘉庆皇帝说了，应当在此重建一楼，让魁星之光为我大清多多选拔天下贤良，所以这个重建的城楼就被改名为魁光楼。这一年是公元1806年，毕竟刚开完和珅大礼包没几年，说话史前呢自然就硬气。但在抗战期间，魁光楼被日军的炮火炸毁，在1985年重修时，人们在原靖边楼遗址上重建此楼，仍将其命名为靖边楼，算是历史回归了。现在楼里边还收藏着当初守城官兵健身的石锁，可借此略窥大明边关将士的生活场景。然后我们在城墙南线继续走，一路就走到了望洋楼。望洋楼是在明嘉靖年间建成的，因为恰好面向大海，所以被取名为望洋楼。在抗战时期，日寇曾炮击望洋楼，严重损毁了这座古城楼。后来此楼虽经重修，但仍在1955年被废弃拆除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是21世纪之初的修缮版本。如今的望洋楼虽不可登楼望洋，但仍可平楼望北，近看古城，远眺山峦。走到西线就能看到迎恩楼，它也始建于徐达时代，后来在1953年被毁，又在21世纪初被重新修建。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，东边是直面敌人的关外，所以镇东楼是打仗的箭楼；西边冲着京城，不仅要迎接京城的来客，甚至还要迎接皇帝本人，所以西边的门叫迎恩门，楼叫迎恩楼。恩指的就是皇恩，但皇帝对于这100年关城来说，不过是匆匆过客，未知能有多少恩赏，值得边关将士前呼后拥来迎。然后我们往北线走，一路走到东北角，这里有3座雕像，从左到右分别是常遇春、徐达、胡大海，皆是大明的开国元勋。当年此处曾有一座威远堂，但如今片瓦无存，旁边地上还摆着10几个石柱础，就是摆放大柱子的基座，看来很老旧了。我严重怀疑这就是威远堂仅剩的遗迹，但事实还有待于考证。那我们不妨将这个地方称为威远堂遗址。然后我们在走回镇东楼之前，会走到最后一个楼，也就是临驴楼。它的作用和前边的沐营楼一样，是镇东楼另一侧的配楼，目的也是加强防御。而过往的刀光剑影、明枪暗箭俱成往事。阳光下的故楼依山傍水，瓮城之下是依依芳草，600年岁月依稀翻过，关城过客依旧行走，好似那百态人间依然如故。现如今我们走完了一整圈城墙，一共4公里多的路，然后我们从城墙收费口的出口出去，正式开始逛山海关古城。出去之后先往右拐，来到兵部分司。因为山海关的战略位置很重要，所以大明兵部才会在这儿设立分司。在兵部分司正常运营的200多年里，共有90多位兵部分司主事在这上班，职级是正6品。这些打工人确实没少干活。我们之前看到的东罗城就是其中的一位主事王邦俊在此主持修建的。万里长城非一日建起，山海关的关城亦是如此，只有熬过了厚积的平凡，才能见证勃发的伟大。然后我们沿着东大街往钟鼓楼的方向走，右手边能看到秦皇岛方志馆，方志指的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。这个馆里边主要收藏秦皇岛市以及周边冀东、辽西、蒙东各地的方志。这个地方还曾是山海关的山西会馆，因为这个地方总有晋商来来往往，所以这儿有个山西会馆，当然也不稀奇。可惜现在这个方志馆没开放，不然我们还能多见到一些了不得的史料。再往前是闯关东展览馆，票价见屏幕，如果买了通票可以随便刷进去。在19世纪中叶，天灾人祸不断，直隶山东一带的原住民那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，只能从西向东越过山海关，去往人烟稀少的关东一带挣扎求生。那才是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风一更，雪一更，
郭遂相信梦不成。在闯关东的旅途中，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，每个时代都有人踩上风口，闯关东时代当然也不例外。当时的风口就是淘金，有一个老电视剧叫《关东金王》，剧里的金王韩边外就在淘金的时候踩到了这么一块狗头金，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当闯关东的人逐渐积累起财富，形成社会之后，商业也随之得到了发展。现有的关东酒坊就是昔日酒坊的缩影，有酒坊出现意味着有余粮酿酒了，况且在寒冷的地方确实应该喝点酒取暖。这里还有一家当铺，如果家里的现钱周转不开了，就得去典当一些东西，等有钱了再家里赎回去，人家当铺赚的就是这差价。当铺的边上是一个赌坊，名叫长胜赌坊，实际上这赌场哪有什么常胜将军呢？多少人进去的时候还是腰缠万贯，出来的时候反而身无分文。所以为了生活幸福，请大家一定要远离赌博。中途有一个射箭体验的地方，现在射箭只是个游戏，放在以前那是安身立命的本事，穷人家能不能改善伙食就得看箭法准不准了。以上我们看的是博物馆对闯关东历史的一段记录，但被记录下来的主角却是这场人口大迁徙的胜出者。不知道有多少被迫离乡的人含恨倒在了远行的路途上。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，倘若在家乡真能活下去，又何必要长途跋涉拖家带口到远方去讨生活呢？其实无论是闯关东，还是同被列入历史的走西口下南洋，亦或是近些年的逃离家乡奔向北上广深，本质上都差不多，不过是寻找一片期许之地，给自己多找点谋生的机会罢了。但勇于漂泊的人终归也会面对更多的无奈。当年先人胼手知足，九死一生，终在关东扎下脚跟，可如今的北上广深，那璀璨的万家灯火又岂有一盏为我辈而停留呢？从闯关东展览馆走出来，我们抵达山海关钟鼓楼，也就是天下第一关的中心地带。钟鼓楼始建于公元1381年，也是徐达时代的产物。它的职责是用晨钟暮鼓来给当地的军民报时。一开始钟鼓楼建在城北，后来在万历年间，不知道用了什么科技与狠活，就把钟鼓楼挪到了城中心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。历经多年之后，钟鼓楼逐渐衰败，最终在1952年被拆除，后来又在2004年被重建。我们从下往上看，能清晰地看到下层的方台和上面的文昌殿，楼栋下边四通八达，太阳晒不着，还挺通风，所以有很多的人在这乘凉。然后我们准备登楼，如果单独去钟鼓楼要花10元买门票，如果买了通票的可以直接上楼，上了2楼可以自由自在地俯瞰四周，4条街熙熙攘攘的风景尽收眼底。钟鼓楼意味着这边又有钟又有鼓，有的游客在敲钟，有的游客在击鼓。原来我们在古城里边听到的钟鼓声，绝大多数都是游客们敲出来的。在背阴处还有人换了身衣服拍照打卡。进文昌殿之前，我们还能从门口看见一个大鼎，乍一看像是青铜鼎，但我摸了一下，这鼎盖是铁皮的，鼎身不像金属，摸着像是塑料的，估计秦武王一只手就能举起来。文昌殿内供奉的是文昌帝君，他脚底下有个牌子，上写着4个大字：谢绝捐助。中国人供奉神灵不白供奉，收了贡品就得给我办事儿，如果事儿没办到位，人家反手就说你这神不灵。为了保护文昌帝君的个人品牌，干脆就直接不收供奉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铁面无私。逛完了钟鼓楼，我们从上来的那条原路再走下去，就能在钟鼓楼的西北侧发现这口双文井。早先这口井在孔庙那边，后来挪到钟鼓楼旁边来了。双文井一共有2口，一圆一方，取的正是天圆地方之意。据说赶考的举子喝了这里的井水就能够文思泉涌，金榜题名，所以这口井的名气很大，连隔壁朝鲜国那边都派人上这儿打水来。你说这事儿也挺稀奇的，从这儿喝口水就能文思泉涌了。不过根据资料显示，这口井的井水口感确实喝起来不太一样，说不定里边的矿物质真的能提神醒脑，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猜测，有待分析验证。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在西大街，这个地方要单独交5块钱门票，而且120元的通票里不包含他们的门票，谁来都得单独买。这个地方门口的人气很旺，是因为有人在那做通关文牒，这个和盖章 cosplay 拍照一样，也是新时代的旅行打卡方式之一。但是馆里边就比较清静，馆内一共有5个展厅，咱们一一看过来。首先咱们来到蓝谷堂，这里有很多历朝历代的瓷器展品，但没有附上任何解说，参观难度一下子上升到了专家级。然后我们沿着地上的箭头往前走，来到明朝厅，进门就能看到徐达像，屋里摆着一个石炮。中国象棋里边有时候炮是10字边，它指的可能就是这种炮。
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大石锁，这个是军官做无氧运动的器械，看着比刚才城墙上的那个讲究多了。然后我们来到清朝厅，清代的晋商非常活跃，所以留下了很多遗存，这里的晋商标箱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清朝厅的走廊前，还能在头顶看到一块刘墉题写的牌匾，再往前是列强瓜分山海关的图景。满清为了江山永固，是好一顿愚民锁国，一路积贫积弱，到最后偌大的清帝国它硬是被打成了半殖民地，成为了5000年来最不好笑的笑话。然后我们来到民国厅，那个时候的山海关是军阀的时代，也是民灵的时代，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城头变换大王旗，仅此而已。最后我们来到现代厅，历史纷争之后终于尘埃落定，迈入了新中国的篇章。拥有600年历史的山海关也从此跨入了全新的篇章。从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出来，我们继续一路向西，马路对面就是镇远镖局。头回听见这个镖局的名字，还是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里边，说他们的总镖头王维扬是威名远镇。而在现实中的镇远镖局主人家确实姓王，说不定金庸先生也提前查了真实的史料，这就对得上了。因为山海关是贸易要道，所以总有商人来来往往，但路上不怎么太平，所以这一路上的财货需要有个保障，这个就需要找镖局了。镖局的保镖要保金主人货两全，要保自己的威名，也要给沿路的土匪留面子，给他们预留一点战利品。届时3家都满意，可见江湖并不只是打打杀杀，更多的其实是人情世故。再往前走2步就是甲申史建馆，这里展出的是甲申山海关大战的史料。战争发生在公元1644年甲申猴年，在这一年，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主力与吴三桂的兵马在山海关外展开决战。当8旗骑兵以生力军的姿态冲入战场后，大顺农民军兵败如山倒，从此便是江山易手。可就算李自成胜了这一战，就能坐稳天下吗？什么叫逆贼天王自荒宴呢？北边的李自成荒宴，南边的南明更荒宴。就当时的几支汉人势力，但凡有一个能支棱起来，又何至于丢了这锦绣江山？再往前走一段是詹荣府，位于山海关古城的西大街。这位詹荣是山海关本地人，在明朝嘉靖年间考上了进士，在甘肃和大同都当过巡抚，还打过入侵的蒙古人。亡故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。这座3进4合小院就是他昔日的府邸，现在这已经是一个民宿，不可以进去拍视频了。从前的官宦雇员，如今几百块一晚，终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再往前走走，往马路对面看，就是通关签文署。按照玻璃上字条的说明，这里复原的就是以前办通关文牒的地方，里边还真有人在办通关文牒。屋内的陈设也是复原了当初官署的样子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可以穿上官服 cosplay 拍照，墙上有标价，各位自行参考。再往前走2步就是田公馆，它的外观仿照的是欧式建筑。宅子的雇主田中玉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山东省督军兼省长，后因处理临城劫车案不力被免职。此后田中玉便在天津、大连等地隐居。山海关的这所田公馆就是那时候置办下来的产业。除此之外，田中玉还在山海关办了一所田氏私立中学，这所中学就是山海关一中的前身。咱们在逛城墙的时候，远远看到的那个操场就是山海关一中了，紧挨着田公馆的就是山海关市政府旧址。这所宅子是清朝时期建起的4合院，在建国初期，山海关被划归到辽西省，并在此地设置了市政府。后来在1952年，山海关又被划回了河北省。1953年，山海关由市转区，这个地方也从市政府变成了旧址，并以旧址的形式被保留到如今。往前走到尽头就是迎恩驿了，这个位置距离西侧的迎恩门非常近。所谓恩，指的是帝王之恩，而且这里真的住过皇帝。以前这里是古人尽力装潢迎接帝王銮驾的地方，现在是今人尽力装潢方便游客 cosplay 拍照的地方，算是在一个意外的维度传承了历史。逛完了西街，我们就要往南边走，去逛王家大院了。山海关王家大院因雇主是王姓富商而得名，相传吴三桂与陈圆圆曾居住于此。现如今，他以王家大院的名字，外加山海关民俗博物馆的身份，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。要去王家大院，得先顺着南大街走，然后到东三胡同一拐弯，就能看见一块大石头，上边写着占山海。以前占山海也是个景区，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关门了，就只留下这个王家大院了。王家大院的全价票是30块一张，如果前面买了通票，就可以直接进了。如果想看仔细点，可以雇个讲解员，价格我也拍下来了。
各位可以自行参考。按照官方宣传的说法，王家大院的主人是王三佛，当然了，是因为这家人乐善好施，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外号。到如今，人人都记得这个外号，但雇主的真名反而没什么人提了。我们往王家大院深处走，穿过书房和会客厅，先走进老爷房，毕竟是长辈的房间嘛，所以陈设比较庄重。这个土炕头看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然后走进少爷房，看见了一大一小两个鸟笼子，提笼架鸟斗蛐蛐是古代大户人家子弟的娱乐，主打的就是当一个富贵闲人。现在有钱的年轻人一般都是直接买个电子竞技战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电子斗蛐蛐。好像和古代的区别也不大。小姐的闺房藏在最深处，这儿展出的古代女鞋都是窄窄的3寸金莲。当时的女人为了迎合社会规矩，硬生生把自己的脚裹成了残废。其实裹脚的并不一定是古人，也不一定是女人，有些价值观就像是裹脚布一样，一直在捆绑着大众的选择。有多少人做了一辈子你应该去做的事儿，却忽略了我想要去做的事儿，整整就拧巴了一辈子。这样的人生不亏吗？前面有一个婚俗馆，陈设的主题就是中式婚礼。纷繁复杂的仪式背后，体现的是非凡的家境和社会地位。放在以前，并非每个家庭都能负担起这个层次的婚礼；放在未来，婚礼甚至婚姻迟早会恢复奢侈品的本质，那是历史的回归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斜对面的小屋子，相传是陈圆圆住过的地方，门上还挂着吴伟业的那2句诗：痛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这2句诗让陈圆圆背了好大一口锅。其实就以吴三桂的性格，就算没有这个红颜，他照样能找个理由冲冠一怒，照样在清朝当上平西王。陈圆圆房对面是皮影馆，这里收藏了很多唱皮影戏的道具，毕竟那个时候不能随时随地听音乐刷短视频，只能花钱雇人来表演。后来在电视和各种音视频平台的冲击下，各种高度依赖现场的戏曲，包括皮影戏在内，终归是遭到了不可逆的冲击。再往前走是私塾馆，这种大户人家会把有学问的私塾先生请到家里教导子弟。当初连先生带学生一堆人聚在一起，热得迷迷糊糊的读书写字儿，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，再靠近一点就快被融化，这可真有点难熬。都说10年寒窗难熬，这酷暑也不怎么好受啊。现在这里在售卖书画作品，倒是继承了一部分当初的属性。走到尽头能看到一个姓氏体验馆，一个汉服体验馆，这2个属于是消费项目，此处不再赘述。最后一个展馆是食俗馆，这里讲的是当地的饮食风俗。如果单看下边的展品看不明白，还可以看墙上的知识点。我小时候在小说里看到饸饹这2个字，还以为是烙盒子呢，实际上他说的是一种面条。然后我还从这个墙上看到了婆罗叶饼这种特色美食的来历，这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当地有什么物产，人们就会基于这种物产形成美食，这是民以食为天最好的注脚。逛完了王家大院，我们继续逛南大街。山海关南大街绸布庄是关城内第1家绸布店，外形仿的是西洋建筑，始建于民国初年。这绸布庄的东家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王家大院的主人王三佛。这位传奇的王三佛到底是哪里人呢？主流说法说他是山西的晋商，也有资料说他是闯关东的山东人，还有的资料说他是天津人。我这属于是吃瓜吃到自己家了，连山海关官方的账号都给整出了2个版本。我猜测这个王家大院可能前后住过不止1个王家，只不过是现在只重点宣传一个王三佛罢了。但这个猜测也有待于证实。无论怎么样，这个商人的眼光是真的独到。无论人在哪里，只要有人聚起来，就妥妥的会有商业需求。谁能先发现商业需求，谁就能先聚起自己的那一桶金。王三佛就做到了这一点。逛完南大街，我们走到山海关的北大街，到了胜利胡同之后拐弯，走一段之后能看到一个废弃的总兵府。我从远处整整看了一大圈，没看到有文保牌子，也不确定它算不算是文保单位。山海关总兵里边名气最大的当属吴三桂，如果这个地方开放，那里边陈列的展品也大概率是和吴三桂相关的，但如今也被废弃了，我们也看不到了。再往前走，能看到一个废弃的大悲院。在当下这个时代，求神问佛的生意本该是越来越好做的，偏偏他这就给干倒闭了。旁边的小房子，官方风景牌说是关帝庙，网络地图上说是孔庙，现在连门口的牌子都被摘掉了，不知道下次开张的时候会以什么庙的身份出现。这3个废弃的景点或许不能归入古迹，但仍然算得上是看点。因为我的朋友里边有好几个是废弃古建爱好者，不知道我的粉丝里有没有人好这口。这3个地方就是做给他们用的。那这3个景点为什么会废弃呢？我猜测呀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条街道一点人气都没有。理论上有观光车经过，但每个观光车都不在这儿停靠。如果没有人气来添砖加瓦，
那自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随风而逝。这跟王三佛一比，属于是逆向操作了。然后我们从古城南边任意一个门走出去，然后往西走，能找到一个名叫榆关公园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抗战烈士纪念碑，如今这座纪念碑下边是很多大爷大妈在那儿下棋打牌。这就对了，先烈之所以浴血奋战，抵御外来的侵略者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用再去忍受异族征服者的剥削。现如今，虽然山海关不再是边关，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边关，也有很多勇敢的人在新时代的边关守护着我们。而眼前的山海关，既是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，也是古今边关的缩影。通过眼前的一切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和平安宁的生活其实是来之不易的，背后也是有很多人在默默付出的。而身在后方的我们，自然要珍惜和平安宁的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那便是对他们的一份真诚尊重了。我们的山海关之旅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。这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，也就是天下第一关景区，欢迎各位来访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许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